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国家调查局 NIA 正在进行一项调查，目的是抓获2名偷窃者。这些盗贼从正在建造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上偷走了关键的电子组件，包括处理器、随机存取存储器和固态硬盘。目前，维克兰特号航母已经下水，正在 Cochrane 船务有限公司进行西装。这是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被印度军队寄予厚望。没想到如今却出现了偷窃案。印度国家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认为，偷窃发生在2019年7月至2019年9月之间的某个时间，怀疑是有一个较大的间谍网络在工作，因为有5个 MFC 处理器中丢失了硬盘。国家调查局对至少6500人进行了调查，并在至少14个州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现场验证。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建造工作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涉及到供应商、部门、员工非常之多。白天有1500至2000人在航空母舰上工作，下午6点以后，加班人员大概有600至700人，整个晚上的工作人员有200到300人。国家调查局表示，安装在舷梯上的2个闭路电视摄像机的镜头质量很低，因此不易进行任何技术分析，这给甄别带来了更多的困难。调查人员和克拉拉邦警察一起在检查这份庞大的名单，包括造船厂巴拉特重型电器有限公司、印度海军工作监督小组、承包商 Landmatch 等雇员等等。国家调查局的调查组分别前往了14个州，进行了大范围的生物指纹采集，以和犯罪现场的7处指纹进行对比，但没有任何结果。国家调查局悬赏了50万卢币，以希望能获得情报。一直到今年夏天，负责航母涂装的一家企业举报其手下员工有偷窃行为，印度警方逮捕了2人，在他们家中找到了2个电子元件，其他的已经被出售。印度是亚洲国家中最早拥有现代航母的。虽然这些航母都是英国、俄罗斯的淘汰货，但冲出母面似乎还是很好看的。而这些航母都退役后，印度无法接受自己没有航母的现实，决定花巨资自造。当然，名义上是自造，其实就是各国技术的拼凑，只要花钱，各方面都愿意卖技术。但印度能不能组装好，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船机也是一门技术。维克兰特号航母排水量达到了4万吨，设计上得到了意大利的支持，动力系统是美国的 LM2500燃气轮机，雷达由以色列提供，舰载机采用俄罗斯的米格 29K。然后的事实就是15年过去了，这艘航母依然千疮百孔的浮在港口，服役连个预期时间都没有。再看看此次的偷窃事故，就可以联想到印度工业管理的落后和人口素质的低下。这艘大模型无论何时服役，恐怕都引起不了民众的兴趣。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突然开始大规模向外兜售自己的武器装备，而且还都是之前很难买到的先进武器装备，无一例外。这些军售都有一个特点，贵。美国这是缺钱了吗？最近，美国计划向阿联酋出售 MQ-9B 无人机，售价也不是一般的贵。但比起售价，更引人注意的是另外一点。据《环球时报》11月10号报道，美国正计划向阿联酋出售包括18架 MQ-9B 无人机的一揽子军售计划，其中 MQ-9B 无人机的总价值达到29亿美元，单价达到1.6亿美元。MQ-9B 无人机是美国研制的新型先进无人机，有适用于空军的天空卫士与适用于海军的海洋卫士这2种型号。目前还不清楚美国计划向阿联酋出售的是哪种型号的 MQ-9B 无人机。有意思的是，此前阿联酋曾大批引进过中国的翼龙2无人机。在定位上 ，MQ-9 无人机与翼龙2无人机都是多用途察打一体大型无人机。美国打算向阿联酋出售 MQ-9B 无人机，不禁让人怀疑，美国这是想抢中国翼龙2无人机的生意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美国能抢得过中国吗？在纸面数据上 ，MQ-9B 无人机要比翼龙2更好。虽然两者在体型与续航时间上差不多，但翼龙2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是4.2吨，最大载荷不到0.5吨。相比之下 ，MQ-9B 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4.7吨，最大载荷1.7吨。但还有一种说法是，翼龙2无人机可能隐藏了实力。有分析认为，当初翼龙2无人机为了规避国际导弹技术控制协定，才对外公布翼龙2无人机的载荷是不到0.5吨，因为按照协定，导弹的重量达到498公斤，射程达到300公里就会被纳入巡航导弹进行管制。据称，翼龙2无人机的实际载荷能达到1.6吨，而且翼龙2无人机使用的是国产涡桨9涡桨发动机，最大功率是700马力。MQ-9B 无人机使用的是 TPE331涡桨发动机，功率可达900马力。如果能弥补上发动机的差距，翼龙2无人机将丝毫不输 MQ-9B 无人机。
在性能上，翼龙2无人机与 MQ-9B 无人机并没有非常悬殊的差距，但在价格上，美国的 MQ-9 无人机售价高达1.6亿美元，而中国的翼龙2无人机售价才几百万美元。所以说，美国想抢中国的无人机生意，可能真的不容易。而且，中国已经在翼龙2无人机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新的翼龙10无人机，美国想抢中国的无人机生意，实在是不明智。据印度《欧亚时报》称，在萨博的雄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16等第4代战斗机中，印度选择与俄罗斯合作，并认真考虑第4代苏35战斗机。该报道称，单座双引擎的4.5代苏35战机仍然是俄罗斯最好的战斗机，它具有许多引人瞩目的设计功能。这架战斗机使用的是 AL-41F1S 发动机，支持巡航或维持超音速飞行，而不需要加力燃烧室。另外，苏35的机炮已经被推力矢量喷管所取代，这使得它能够在格斗中提供令人印象深刻的机动性。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道，苏35战机经历了重大航空电子设备大修，包括数字电传飞行控制系统、IRBISE 相控阵雷达和机载红外线搜索与跟踪系统。它拥有一套攻击性电子对抗套件，可有效拦截 F-16、AIM-120、AMRAAM 类似的空对空导弹。而新的苏57有一些相对较小的升级，比如新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天线、拜尔卡雷达套件的新 L 波段阵列，但这都源自苏35战斗机。所以，它的传感器和武器功能与上一代相似。拥有丰富经验的美国空军官员表示，俄罗斯苏35可能会对美国 F-35构成严峻挑战。对此，印媒认为，苏35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反击能力可以让新德里在与中国空军的潜在冲突中占据上风。但实际上，印度这就是在痴心妄想。为何这么说呢？首先要知道的是，中国是苏35战机的第一个国外客户。早在2016年底，中国空军就接受了第一批苏35SK 战斗机，最后一批于2018年12月被接收。目前服役的苏35共有24架。其次，据公开消息，我国引进苏35战机后，就依次具备了海上方向训练，包括陪同轰6K 战机、护航合练等一系列训练。我军一直致力于掌握该机的各种特性、机载设备，以及与我国其他装备体系相互磨合。自2015年服役至今，这足以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我军已经熟悉了苏35的各项操作。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印度现在引进苏35，肯定需要花上一段时间去熟悉该机的各种性能。那么，印度这个刚入门的小白，如何战胜丰富经验的前辈呢？对于这一点，印度媒体也承认，中国装配了苏35战机，完全了解俄罗斯战机的能力。所以说，印度认为凭借苏35占据上风，就是痴心妄想。美国与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但目前唯一能对美俄核武器进行限制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还有不到3个月就将到期失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迟迟不愿与俄罗斯续签条约。美国这是想开放限制来对付中俄吗？对此，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给支了招。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10号报道，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虽然军事威胁的性质在不断变化，但核三位一体仍然是俄罗斯安全的最重要和关键保证。美国和俄罗斯都是核大国，但相比美国，俄罗斯的经济是其一大劣势，所以俄罗斯在保证核威慑能力的情况下，选择求质不求量。一味地追求核武器数量固然可以提升核威慑力，但发展核三位一体能力，也就是核武器运载能力，一样可以提升核威慑力。前者追求的是覆盖打击，后者追求的是精确打击。核三位一体指陆基、空基、海基的核打击能力。在核三位一体上，俄罗斯有能力保证自身安全吗？在陆基方面，俄罗斯有白杨洲际战略弹道导弹和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从俄罗斯直接打击美国本土。在空机方面，俄罗斯有图95、图160战略轰炸机。在海基方面，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已经开始服役。未来，俄罗斯可能还会在现有基础上装备高超音速导弹，将更难被防御拦截。所以说，俄罗斯的核三位一体能保证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美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不敢对俄罗斯出手，因此核三位一体能保证俄罗斯的安全。目前，美国想要针对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还有中国。
美国早就已经将中国列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的方法，中国是不是也能用？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中国可能比俄罗斯要更适合。相比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核武器数量算是非常少的。不过中国虽然少，但可能已经够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核三位一体能力。在陆基方面，中国有东风5和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在空机方面，目前由轰6轰炸机承担这方面的任务，但未来中国将装备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轰20。在海基方面，中国现在有093型和094型核潜艇，未来将装备更为先进的095型和096型核潜艇。美国想要开放核武器的限制来对付中俄，只怕是打错了算盘。中俄具备的核三位一体打击能力，可能会让美国无计可施。